秦府客厅，秦大人终于匆匆回来。他一见沈从清便说道：沈将军，真是对不住，让你久等了。秦大人，我也没有等多久。我已是听管家说了，沈将军来秦府等了我2个时辰了，秦某心中愧疚。秦大人是为了国家大事，不必自责。听到国家大事几个字，秦大人摇了摇头。不瞒沈将军，真出了事情了。他看着秦大人的表情就知道，这次不仅出事情了，而且还是不小的事情。何事？三皇子奉命前去治理茂县水患，失踪了。什么？皇子失踪，何等大事！三皇子早该回来，他迟迟未归，皇上必定生疑。皇上会派人前去寻找三皇子。这失踪的消息现在才传回来，太晚了，事情不对。秦大人，你与我好好说说这件事情。2个月前，茂县水患本是已经被治住了，三皇子写了奏折给皇上，说是近期回朝，茂县离汴城不过20日的路程。皇上左右等不到三皇子，便差人去查看。去的人到了茂县才得知，水患过后，茂县百姓得了一种怪病。怪病？就是怪病，一种连太医都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怪病。发病之人皮肤溃烂，双目泛红，神志不清，抓住人便开始咬，被咬伤的人过几日也会变成那样。茂县人人自危，据说他们是被妖魔上了身。无稽之谈，这世上怎么会有妖魔？沈将军，起先我也不信，但是就在昨日，被皇上派去寻找三皇子的人回了汴城，并且还发了病。我亲眼所见之后便是信了。此人现在何处？正在刑部大牢里关着，不敢将他放出来，放出来以后会咬人，真是头疼啊。秦大人一边说着，一边愁眉苦脸。对了，沈将军，你来找我是为了何事啊？不瞒秦大人，为了10几年前汴城的幼儿绑架案而来。那次的案件也让他头疼了大半年的时间，他自然记得清楚，因为那次的案子还牵扯到了白小玲。沈将军想看那次案子的案卷？是。也好，那次的案子还未了结，倒是成了一桩悬案了。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目的，不过经过那次事件，幽冥组织元气大伤，这些年已经没有再听到消息了。不，他们又在开始活动了。秦大人一脸震惊。什么？前段时间，我与小林就遭受到了幽冥组织杀手的攻击。秦大人的神情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沈将军，那你没事吧？我身为刑部尚书，对于这件事我竟然没有听说。不怪秦大人，我让属下处理了那件事情。幽冥卷土重来，还是针对沈夫人？这件事情与10几年前那件事情可有什么关联？10几年前，我们虽然说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不过他们所抓的小孩几乎都是一般大小，而且被他们抓住的小孩并没有受到伤害，他们好像是在找人。这次与上次不一样，他们这次针对的对象是我，而且步步杀机。想必是有人在幽冥组织里面买了我的命。谁那么大胆子，竟敢拿银子买朝廷命官的命？沈从清摇了摇头。秦大人，你可要注意一下秦大少爷。秦大人有些不解，刚才在说幽冥组织卷土重来的事情，为何沈将军话锋一转，让他注意秦洛？沈将军可是逆子做了不敬重你的事情。由于他就只有秦洛一个儿子，从小就想要将最好的给他，秦洛的娘也是对他宠得没有一个底线，这才导致秦洛不学无术。东篱是世袭制，父亲做什么官，便可以由家中嫡子来继承。白千云已经继承了他父亲的官职，而他就是由于这个败家儿子，导致这么一把年纪了，还在刑部尚书这个位置上。秦大人亲自将沈从清送出秦府，他说道：沈将军，我离开之时，皇上又宣了几位大臣觐见，他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事情，应该是要选取一名智勇双全的人前去茂县调查此事。
秦大人突然对他说这件事情，那就是他觉得他们讨论的结果很大可能是沈从清前去，而此去非常凶险。秦大人认为那个人会是我？是。他沉默了，为了百姓出劳出力，他是愿意的。但是目前这个时候，小玲怀孕在身，他害怕幽冥的人会在他不在的时候找他麻烦。如果皇上真的下旨的话，他无法拒绝。他对秦大人拱手道：秦大人。秦大人连忙说道：沈将军，你这是作何？赶快起来！秦大人，若是皇上真的派我去了，此事蹊跷，解决起来恐怕会很棘手。我沈家本就不是变成人，还望秦大人可以多多暗中照顾一下我家中之人。沈将军，这是自然。多谢。沈从清离开了秦府，他回到了将军府。他吃过饭，白小玲对他道：从清，天有些晚了，你回去吧。他有些不舍，坐着没动。花仙楚见此，很是识趣地对东岳说道：东岳，带我去北院四处走走。是，花王妃。花仙楚与东岳两人离开以后，沈从清这才握住了他的手。小玲。今日我去了秦府。去那里做什么？原本是有事找秦大人，但是秦大人告诉我一件事。什么事儿？看他的样子，他似乎为了这件事情在犯愁。茂县水患以后，茂县百姓生病了。他原来是在为了这件事情担心。他紧了紧他的手，是在安慰他。他说道：从清，你也不必太担心，天灾以后出现流行病是很正常的，只要带几个太医去为百姓们治了病就没事儿。是，但是朝中像你丈夫这样的文武全才不多，所以秦大人认为这次皇上会派我去。他一听瘪了嘴巴。古代交通不方便，虽说这件事情处理不了多久，但是从汴城去茂县一去一来也得1个月以上，再加上给百姓治病花的时间更多，那他岂不是要有几个月的时间无法见到他了？他有些不开心，将头靠在他的肩膀上。这也不是什么大事，若是皇上真的选中了你，你便去向皇上请旨，让其他人去。他这是在舍不得他，其实他也舍不得。小玲，君命难违，若是皇上真的下了圣旨，我若不从，便是抗旨。再说，这件事情并不是什么大事，就是有些费时。等到我将这件事情解决了，一定快马加鞭赶回来。他轻轻捶了他胸口一下。不许快马加鞭回来，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注意安全。我要你平平安安回来见我。我会平平安安回来见你。他本想将手放在他小腹的位置，碰一碰他们还没有出生的宝宝，但是当他快要碰到他小腹的时候，他却停住了。他问他：我可以碰碰我们的孩子吗？他笑着：从清，这是我们的孩子，你如何摸不得？我是你的夫人，你如何碰不得？说完，他主动朝着他的嘴唇亲过去，并不是蜻蜓点水的亲吻，而是缠绵的、持久的。他竟是主动的这样的亲吻他，这让他有些适应不过来。他身体里面的一团火马上被勾了起来，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小玲，不要这样。从清，我是你的夫人。他也呼吸急促，动了情。小玲，不要闹了。我不闹，我很认真。相公，你的确诱人，外面不知道多少小姑娘惦记着你呢。我看你这样也难受，不如你在我怀孕期间，你还是找几个姑娘。他故意说到这里，然后将姑娘2个字的尾音拖得老长。小玲，你明知道我不会。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回去洗澡。小玲，你早些休息。说完，他便仓皇逃离。
他要是再听他说几句话，便真的忍不住了。没过一会儿，花仙楚和东月便回来了。东月一进屋就说道：“夫人，我刚才看见将军匆忙离开，我向他请安，他都没有理会。”他脸上挂着淡笑，并未说话。“夫人，你和将军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东月，时间不早了，你回去吧。东来一个人在房间里，他会害怕的。”“是，夫人。”东月退下以后，房间里只剩下白小玲和花仙楚。花仙楚笑着说道：“刚才沈将军虽说离开的匆忙，但是我却瞧见了他的脸红到了耳朵根儿。哎，你对他做了什么？”“不瞒大嫂，刚才我调戏了他。”花仙楚笑出了声儿。“我何时成了你的大嫂了？”“反正迟早都是，现在无人的时候，我便叫你大嫂。”花仙楚对于白小玲越发的喜欢了，他点了她的额头一下。“哎呀，你呀，你说你虽然嫁给了沈将军，但是你好歹也是名门出身，以后可不许说这等胡话，省得被别人笑话了去。”“大嫂，我是将你当做了自家人，我们又是两个女儿家，所以我才对你说这些话。我刚才所说的话，要是换了别人，我可不乐意说。大嫂，你和我见到的其他人不一样，你果敢、勇敢、坚韧，有自己的想法。虽然身为弱女子，但是你从未退缩过，我心中佩服你。”“唉，好啦，我哪里有你说的这么好，倒是我还认为你与众不同呢。”白小玲笑着，她的确与众不同。花仙楚大概如何也想不到，在他面前的人的灵魂是一个来自21世纪的人。“大嫂，我们来讨论一下那件事情。”“好。”次日，沈从清早早就去上朝。他昨晚睡得不好，所以今天顶着2个黑眼圈。他昨晚一直做梦，而且做的梦都是在和白小玲有关。他就连在做梦都很约束自己，心里记着如今他有了身孕，不可胡来。天色未明，天上还挂着缺月，他仰头看天，他真是太饥渴了吗？不过再坚持几个月就好了，从他现在的模样来看，他应该是对他不排斥了。小吴见他问道：“将军，你怎么了？”“不是，小吴，你且记得，从今往后，你要更加看好夫人，不能容她身边有任何不利于她的人或物存在。”“是，将军。”“各位爱卿，昨日茂县传来消息，茂县百姓自从水灾之后生了怪病，这次事情有些棘手，不知哪位爱卿愿意主动请缨，前去拯救茂县百姓于水火之中啊？”他说话之时，虽说扫了早朝的所有官员一眼，但是最后却将眼光停留到了沈从清身上。好几位大臣都已经明白了皇上的意思，其中一人拱手说：“皇上，我觉得沈将军少年英才，由他去最是合适。”“臣也觉得如此。沈将军在万千敌军面前尚没有惧色，茂县一事，沈将军定会处理得很好。”“沈将军一定会给茂县百姓带去福音。”“沈爱卿，你觉得呢？”沈从清向皇上行礼道：“皇上，臣愿意去茂县。”“不是已经内定好了吗？还问他个什么劲儿？”皇上大笑着：“好，好啊！沈爱卿能有此想法，真不愧是我东篱的大将军。此事略微复杂，待会儿下了早朝以后，沈将军便到朕的寝宫，朕要与你详谈此事。”“是，皇上。”他们走在长长的长廊上，走着走着，突闻一阵梅香，听一悠扬的琴声。他朝着琴声传来的方向看去，有一个身着银衣的女子在抚琴，另一白衣的女子在跳舞。那女子身着白色流云万褶裙，头戴玉珠流苏凤头钗，她的一动一静皆是美不可抑，轻盈的好似雪地里精灵，下一刻仿佛就要飞起来。沈将军，
这位是三公主，是太子殿下的胞妹，皇后娘娘的女儿。她自小就爱跳舞，她的义舞可是真的难见，就连皇上想看都要哄着她。不知三公主今日是为何事如此高兴，竟在此跳舞。老奴也有幸能与沈将军一起看三公主舞一曲。他只看了几眼，便收回了眼神。喜公公，走吧。喜公公有些惊讶，多少人想看三公主跳舞，求都求不来，而沈将军只看了几眼便要走。看来外界传言沈将军惧内，这是真的。虽然他自己还想看，但是沈从清已经发话，他只有遵从。是。两人刚转身，一个犹如黄莺般的声音从沈从清身后响起：“沈将军。”他停住了脚步。喜公公更是有些惊讶，三公主这是要做什么？赫连玉追了上来。沈将军。他转过身。见过三公主。沈将军不必多礼，沈将军这可是要去父皇那里。是。正好，本公主也有事情要去父皇的寝宫，便一起去吧。喜公公更是听得一头雾水，皇上没有宣见三公主呀。三人一同走着，赫连玉又问：“沈将军，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他有些懵，他们第一次见面不就是今天吗？刚发生的事情，他就算记性再不好，也不可能忘记。记得。我也记得，当初沈将军一身铠甲，是唯一一个被父皇允许带刀觐见父皇的人，可见父皇对你多么信任。他第一次觐见皇上，的确被允许带着兵刃觐见，但是那时候三公主并没有在场。他看着他一脸懵的样子，又是笑着。他早就听说东离出了一个大将军，他虽说在汴城皇宫之内，但是他听过他的名字，更清楚每一次从边疆传来捷报的时候，父皇大笑的样子。那时候他就在想，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大英雄才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于是在他心里对他产生了强大的兴趣。所以在那一天，他为了近距离看清楚他，于是穿上了宫女的衣服。他那时候就站在父皇的身边，当他看见他一身铠甲，意气风发地走进来的时候，一颗心竟扑通乱跳不停。这一次他听说父皇宣他去寝宫议事，所以他便来这必经之路跳舞，想要得到他的关注。没想到他真的看他了，虽说只有短短一瞬的时间，但也足够了。若是眼前这个男人就因为他跳了一曲舞就对他神往，就被他迷住，那么他倒是看不上他了。沈将军，你觉得本公主刚才跳的舞怎么样？这个问题又将他问住了。刚才他虽说被琴声吸引，看了他几眼，不过他当时想的是，这么冷的天，公主穿的这么少，她不冷吗？你冷吗？赫连玉愣了一下，不过很快他内心喜悦。冷。他满心期待，接下来他是不是就要将他的披风揭下来给他穿着？他看向他身边的宫女道：公主说她冷，你们没听见吗？还不赶紧带公主下去，多穿几件衣服。他说完这句话，喜公公的嘴角抽了抽，赫连玉则是一脸尴尬，然后一转身走了。太不解风情了，不过他就是喜欢这样的不解风情。喜公公，走吧。是。喜公公心里想着，今天可真奇迹，三公主深得皇上、皇后、太子的喜爱，平时若是遇到这种情况，他是肯定不会听话的。但是今天沈将军让他回去穿衣服，从他的表情来看，他虽然心里不乐意，但也去了。三公主这是喜欢沈将军？喜公公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可是沈将军已经有正妻了，公主若是嫁过去，那还不得低沈夫人一等？她可是皇室三公主，太子的胞妹，皇后的女儿。这件事情无论是太子、皇后还是皇上，都是不允许她发生的。
皇上的寝殿内，沈从清对他行礼道：“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连忙亲自去将他扶起来。沈爱卿，快请起。这次茂县百姓所患的怪病，东离所有太医都未真正见过，只有皇太医在见了那名被派去的钦差大臣回来患病以后的模样以后，皇太医携一众太医一起翻阅古籍，终于在一本古医书上看见了这种病。古书上面称之为姜毒。沈爱卿，此次你若大获全胜，朕一定重重有赏。多谢皇上，臣的确有所求。说。臣弟沈竹浪。他的话只说到这里，便没有再说了。皇上的表情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他思考了一会儿道：“这一届的状元郎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只是现在朝中没有合适他的位置。若是一旦有了合适他的位置，朕一定给他安排一个好职位。”多谢皇上。沈爱卿，你且回去与你的妻子好好道别。茂县事态紧急，明日便起身前往。遵命。沈从清退下以后，赫连玉正换了一身白紫相间罗衫衣过来。喜公公见了他，连忙请安：“奴婢见过三公主。”他一脸喜色：“沈将军呢？”喜公公的脸抽了抽，偏偏沈将军从皇上的寝殿出来以后，就立刻回去了。沈将军家中突发急事，他先回去了。赫连玉听到这里，他有些担心道：“他家中发生了何事？”奴婢这就不知了。那他临走之前可曾提起了我？喜公公偷瞄了一眼赫连玉的表情，他将期待全都写在脸上。若是他此时得知沈将军走的时候压根儿没有提到他，那么以他的性子，他虽不会在皇上寝殿前发脾气，但是回到公主府以后，还指不定怎么作践公主府里面的丫鬟。沈将军他怎么了？由于这次皇上下的命令是10万火急的事情，沈将军已经回去准备了。对于那件事情，他也听说了。父皇有意让他去茂县，而且三哥也在茂县。听说这次茂县发生了不得了的大事儿，至于是什么大事儿，他倒是不知道。不过他很快就有了自己的想法。白小玲怀着孩子，自然不能跟随他去茂县。那么到了茂县以后，如果他遇到了他，以他的容貌和舞姿，再稍加诱导，只要是一个男人，没有不动心的。到时候他与他无名却有实，他身为正二品大将军，是国之栋梁，而他则是父皇的心肝宝贝，所以那时候父皇就算再生气，也不会处死他们。父皇极其护短，他不会残杀自己的子孙，孩子他会留下来，而且还会赐婚给沈从清。虽说沈从清现在已经有一个妻子，但是他可以为他的平妻，等到白小玲死后，他就成为他的正妻。像沈从清这样的大将军、大豪杰，为了他当他一段时间的平妻，他是愿意的。反正就算他不出手，他的母妃和大哥也不会允许他们捧在手心里的公主成为比一个乡野村姑低一等的平妻。赫连玉道：“我知道了，喜公公，多谢。”赫连玉说完就带着宫女离开了。喜公公看着赫连玉的背影，他有些发愣。为何三公主听到沈将军没有提起他，他非但没有不开心，而且还很高兴？难道是他的说话技巧又提高了？他不知道的是，赫连玉回到公主府以后，带着贴身宫女怀香，偷着出了宫。沈从清回到将军府以后，白小玲已经为他准备了一桌子的饭菜。吃过晚饭，花仙楚依旧找着理由让东岳陪他出去走走。他们一走，又给沈从清和白小玲留下了可以单独相处的时间。白小玲正在铺床，而沈从清则是看着他。小玲，有一件事情我要对你说。昨日你对我说的事情。他是东篱的大英雄，他自然不能当他的绊脚石。既然皇上已经下令，
你便去吧。不过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他走到他的身后，然后轻轻地从后面抱住了他，将头埋在他的发间。我有妻子，有孩子，还有娘和竹郎。只要想到你们，我就不会掉以轻心。最重要的是，小林，我舍不得你。他由他抱着，双手放在他的手背上面，嘴角带着笑。好了，我在家里呀，会给你做很多好东西，等到你回来以后补偿你。你做了什么？现在先不能告诉你，等到你回来以后就知道了。他也笑。小林总是会给我很多惊喜，不过当我走了以后，你没有重要事情，便不要出去了。我尽量。不是尽量，是一定要做到。好。他难得这么听话，他甚至开心。花王妃的事情，你也不必太过担心。今日我下朝以后，听到朝中大臣在商讨，西城王子醉酒之后不慎摔倒，磕破了头，最近正在家里养伤。西城烈既然散播出去这样的消息，那就说明花仙楚在明里至少是安全的。但是西城烈摔伤以后，他就有借口多留在汴城一段时间了。这件事已经过去那么多天了，但是西城烈并没有派人来寻找大嫂，那就说明他其实已经默认了大嫂住在将军府。沈从清哑然失笑。小玲，花王妃这还没有和大哥成亲，你怎么就叫上嫂子了？这还不是迟早的事情。真不知道该如何说你，不过这些话可不能对外人说。我自是知道，这话我就只对你和花姐姐说了。我对花姐姐说的原因是希望她保持希望，我对你说嘛。他笑了一下，然后回头抱住她。你也不会去外面告我的状。你呀。沈从清顺着她的头发，眼神已经宠溺到了极点。都是快当娘的人了，还这么古灵精怪。那你不喜欢吗？喜欢，自是相当喜欢。他笑着将头埋入他的胸膛，他在心里说道：我也喜欢，相当喜欢你，沈从清。两人就这么抱着，他闻着从他身上飘过来的香味，不一会儿身体竟然起了反应。他坏坏一笑：从清，你是不是有反应了？东岳曾经对他说过，男人可以控制自己不去找小妖精，但是难以控制自己扑上前来的小妖精。他这一去就是几个月，他不在他的身边，可难保他会去外面偷腥，所以这也算是对他临行前的考验。他若经受了考验，他就可以安心在家养胎了。他若受不住考验，那么他可不放心让他一个人去。小玲，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意思就是……他将手从他的领口滑进他的胸膛，然后摸着他的小腹。你是不是想要我？他的这句话，这个动作，对于他来说，简直比上次刘氏给他做的小点心吃了还要憋火。他按住了他在他身体里面乱动的手，声音已经沙哑的不成样子。小玲，别闹了。可你就要走了，你走以后我会想你，但是又见不到你。听了他这样的话，他也忍不了了。他转身捧着他的头，然后俯身向下亲吻他的嘴唇。他的手也不安分地在他身上游走，一阵酥麻席卷他的全身，让他觉得呼吸也困难，但是却有一股难言的美妙在其中。他竟然一点都不反感他的身体了，他竟然享受这件事情，他竟然期待他的下一步动作。但是很快的，他气喘吁吁地离开了他的嘴唇，他如同一春江水溢在他的身上。小玲，等你生了孩子以后，我们再要一个。他嗔笑着捶了一下他的胸口。讨厌。
他的这一句讨厌对于他来说那是相当要命。他就算自己意志力再大，在他面前也会被他给化成灰。所以为了他和孩子的身体健康，他现在必须早点离开。小林，我明日便要出发了。今夜还想去看一看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男的女的？男的。他已经将他撩得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应该放了他，看他究竟接下来会做什么。他松了手。天冷，记得多带些厚衣服，还有带一点酒在身上，喝酒御寒。如果那件事情实在太难，你也不必强求，完成不了，大不了我陪着你一起去向皇上请罪。他说的都是真心话，比起他让他成为人人称赞的大英雄，他更希望他们都平淡的平安生活下去。虽说他并没有说这件事情有何难，但是他家中还有一个大着肚子的娘子，皇上在这个时候让他前去执行这件任务，那就说明那件事情不简单。而他对他轻描淡写地说，不过是不想让他担心而已，这些他都明白。应了一声以后，他便匆忙离开了。每次东岳看见沈从清离开以后，他就会带着花仙杵回去。东岳到了屋子，他看着白小玲问道：夫人，将军为何又红着脸离开了？他笑了一下，然后道：东岳，给你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啊？你去南院找几个信得过的人，帮我盯着他。这是？我要知道有没有任何女性进他的房间，如果他出去，那么有没有出去见任何女性？东岳掩嘴一笑道：夫人，东岳知道了。沈将军。是我。刘大人，你可知道你生病了？生病？刘大人听得云里雾里。我没有生病。刘大人这次去冒险，可看见了什么奇怪的事情？他低着头想着那些事情，恐惧之色逐渐浮现在脸上。过了良久，他才缓慢说：的确遇见了怪事。我本奉皇上旨意前去冒险寻找三皇子。三皇子前几个月给皇上写了奏折，奏折上说他会在年前回朝，但是快过年的时候，三皇子依旧没有回朝，也没有写奏折告诉皇上。皇上心中担忧，便封了我为钦差大臣前去冒险。一来是查看冒险水患处理的怎么样，二来便是去看望三皇子究竟如何了。那你看见了什么？刘大人摇着头，他重重地叹息了一声。受灾最严重的那个村庄，全村半数人几乎都感染了一种怪病。我让随行的太医看过了，太医也查不出来是怎么回事，说是中了邪了。那些得病之人平时看起来好好的，但是一旦发病，那便是双目猩红，眸色浑浊，见人就咬，而且醒来以后还对之前的所作所为都不知道。他说着说着，自己的声音变得很小。他突然想起被患了那种怪病的人咬伤以后，有的人也会得那种怪病。自己刚去的时候，曾经看见路边蹲着一个小女孩在哭泣，他前去询问，却被那个小女孩给抓住了手臂，狠狠咬了一口。那时候太医给他及时的包扎了，而且过后他没有感觉任何身体上的不适。难道……他一想到这些就变得害怕起来。他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若是真的患了那种怪病，那可如何是好？沈将军，你既然来了这里，是不是来帮我的？刘大人，在你犯病之时，宫中各大太医已经瞧过了，他们皆是不知道解救之法。但是皇上今日下旨，让我明日前去冒险。若是我能找到解救之法，定会将刘大人的怪病治好。不过在这之前，我需要刘大人将自己所知道的事无巨细地告诉我。好。刘大人说着，眼色朦胧。此事若是被他家里的婆娘知道了，他可多担心。如此这一般，还不如就让他以为他还在冒险好了。冒险内患病的村子名叫春水村，
老人小孩居多，大部分年轻人外出找工作了，我就去住了几天。但是发现我留在那里对他们毫无帮助，所以就想着要尽快找到三皇子，然后回到汴城，将这件事情亲自禀告给皇上。但是接下来的几天，我也没有找到三皇子，更有甚者，春水村的村民居然说他们没有见过三皇子，而春水村外面的村民却说三皇子来了春水村。沈从清听到这里，他眉头微皱。还有这等事？不仅如此，当初三皇子来茂县治理水患，带了100亲卫，不仅是三皇子，就连他的100亲卫也没了踪迹，就如同凭空消失一般。我不信还有凭空消失一说。沈将军，之前我也不信的。这自古都有一个说法，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春水村外面的人都一口咬定三皇子带着他的亲卫进入了春水村，就连县长也是这般说。但是春水村就那么大，我几乎将春水村都掘地3尺了，但是依旧没有找到三皇子。无奈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无法再拖了，于是这才回了汴城，向皇上禀报此事。说到这里，他抬起头看着沈从清，眼眸之中竟是又泪水闪烁。沈将军，你老实告诉我，我真得了那病？是。他听到沈从清的那个回答，心凉了一大半，整个人也没了什么色彩。小玲，我离开以后，你可千万要注意安全。我知道了，你放心吧。若是西城猎来将军府强行要人，不可与他直接冲突，有时候也可以服软一下，一切等我回来再说。他看了看早就准备好的侍卫们，然后说道：从清，弟兄们都等着呢。反正都等了这么久了，再多等一刻也无妨。是啊，嫂子，多等一刻也无妨。是啊，嫂子，多等一刻也无妨。只要想着他们回来以后会喝到白小玲酿的酒，吃到她做的饭，别说再等一会儿，就算等到今天天黑再走，他们也乐意。他们都这么说，白小玲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刘氏被老嬷嬷扶着出来，她双手捂住沈从清的手，眼睛里闪烁着泪花。从清，你这次要出去做事，会不会有危险呢？想着上一次他外出从军，得到他战死的消息以后，他差点哭瞎了眼睛。如今好不容易一家人团圆了，如今他却又要走了。他虽说是个村里来的老太婆，不懂许多道理，但是他也知道，他身为大将军，做这些是他的责任。但是他作为他的娘亲，他是真不愿意让他再出去做那些很危险的事情。娘，你放心，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等我将事情完成以后就会回来。虽说沈从清一再强调他所做的事情没有任何危险，但是刘氏还是不放心。从清啊，凡事不可太冲动，做任何事情之前，你都要想着你家里还有妻儿老母。娘，我知道。大哥。人群中传来了沈竹浪的声音，他们随着声音看过去，只见沈竹浪正匆匆往这边赶过来。大哥。竹浪。他走到了沈从清的面前，还喘着粗气。大哥，你这次为何走得如此匆忙？事态紧急，不可耽误。大哥，冒险一事我有所耳闻，您可一定要小心。沈竹浪在刘氏和白小玲面前不敢多说，但是自从他昨晚得到沈从清要去处理茂县的事情以后，就一晚上没有睡着。他们翰林院是负责编辑皇家史书，每当皇家发生重大事件，都会第一时间送到翰林院来。三皇子失踪一案太过蹊跷了。竹浪，我知道。他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又说道：我走了以后，你就是家里唯一的男丁了，你要照顾好娘和你大嫂。沈竹浪听了他的话，有些发愣。大哥他竟然让他照顾娘和大嫂，难道他就不怕吗？沈从清看出了沈竹浪的疑问，他拍着他的肩膀：竹浪，我信你，也信小玲。
听了他的话，沈竹浪像是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大哥，你放心，我绝对会照顾好娘和嫂子。小玲，若你想我了，可写信给我。大队伍慢行，从汴城到茂县，虽说要1个月的时间，但是快马加鞭，只需要10来天的时间。若是日夜兼程，时间可以再提早一些。所以，你若想我，就告诉我，我回来看你。快马加鞭，日夜兼程，那他得多累？有他这句话就够了。我可不是一个磨人的小妖精呢。从今，你给的东西我都放好了，想你的时候，我看着你给我的匕首就行。你好好做好你的工作，等到那边的事情结束了，再回来看我。时间也是差不多了，你快上马吧。这几天，白小玲、东岳和他一直在北院绣一样东西。白小玲的绣工不好，所以都是白小玲指挥，由花仙楚完成的。赶工5天，他们终于将这个东西做好了。这个东西他以前并没有见过。小玲，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处？花姐姐，这个东西叫降落伞，能够救人命。但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还太小，不足以救一个人的性命，但是可以救一个鸡蛋的性命。花仙楚听得有些糊涂，这个小小的东西竟然能救人的性命，还能救鸡蛋的性命。白小玲让东岳拿来一颗鸡蛋，他将鸡蛋装在盒子里面，然后又找来了沈从清给他留下的侍卫左清。左清是沈从清的侍卫里面武功最高强的一位，而沈从清最终将他留在白小玲身边，大概还和他是他的所有侍卫中的唯一一个女性有很重要的关系。左清对白小玲行礼道：夫人不必多礼。左清，你拿着它们，然后爬到房顶上，将它投下来。左清有些疑惑，不过他还是按照白小玲说的做了。他拿着降落伞上了屋顶，然后在白小玲的指挥下，他将盒子上面的降落伞舒展了一下，握住盒子的手就松开了。在盒子下落的过程中，降落伞被风撑得完全展开，盒子下落的速度减慢，最后平缓落地。左清从屋顶跳了下来，东岳跑前去查看盒子里面的鸡蛋。夫人，没碎。左清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是他也亲眼瞧见了，这枚脆弱的鸡蛋就是因为绑了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被他从屋顶扔下来也没有被摔坏。看到白小玲的鸡蛋实验，花仙楚立即知道了他的意思。他是要让他和鸡蛋一样，就算从很高的地方摔下去也平安无事，然后他就可以用另外的身份和白千云在一起了。东岳、左清，对于今日在北院看见的事情，不要对任何人说起。是，夫人。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所以这些天就要辛苦东岳和花姐姐，你们要做一个更大的降落伞。花仙楚一想到等到他死后就能真正和白千云在一起了，他就十分开心。小玲，你放心，我会尽快将那个东西做好。北院的偏室内，男子如玉的声音响起：东来，你的字写得差不多了，我今日便要离开了。东来有些舍不得。老师为何今日就要离去？东来还想再学一些字。东来，以后你读书写字，自然会有书院专门的夫子教你。东来低着头，他小声说：可是，东来舍不得老师。我们还会再见面的。他抬起头，眼眸之中闪着光。真的吗？男子摸了摸东来的头发。当然是真的，只要东来以后告诉我关于将军府的事情，我便每月都来见东来一次。不行。他还是笑着。老师知道我们小东来是个重情重义的小姑娘，但是老师想要知道将军府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想要伤害他们，而是想要保护他们。东来睁大了眼睛。真的？当然是真的。从东来的表情来看，他似乎是相信了。小孩子，特别是从小缺爱的小孩子，只要给他一些关爱，他总事事依赖自己，信任自己。
然后为自己所用。他微笑着看着东来，然后将一块点心放在他的手心里。那么东来可要心细一点，仔细地瞧清楚每一天夫人发生了何事。老师离开将军府以后，不合适天天来这里。东来已经学会了老师教给你的特殊文字，到时候东来就用我们的秘密文字书写，然后将信交给将军府外面的一个小乞丐。东来看着自己手心里面的点心，他也笑着，然后将点心放在嘴里吃了一口。点心很甜，老师对他很好。哦，老师，东来知道了。他又将一封信放在桌子上。夫人现在怀着孩子，身子很容易疲软，老师不便去打扰夫人，这封信便由东来转交给夫人。好，去吧。他看着那个小小的背影，这个女娃好听话，真是有些不忍心利用她呢。而就在东来离开北院偏房以后，他便离开了。谋划多时，只为朝夕，那件事情就快要有一个了结。东来拿着信到了北院的主室，也就是白小玲的卧室。东岳见了东来，他问道：妹妹，你为何来了？东来举着手里的信，然后跑到了白小玲面前。哦，夫人，这是老师给你的信。给我？东来将信交到了白小玲的手里。白小玲看着信封上面苍劲的笔锋，他为何要给我信？他只与东来的那位老师见过一面，说不上来为什么，他总觉得他不像是一个教书先生。但是这些日子，他只是在偏房里面教东来写字，从未踏出偏房一步，而且也并未做任何出格的事情，所以他没有仔细琢磨关于他的事情。东岳，你是从何处找来的这位教书先生？夫人，我是在将军府外面贴了招人启事，他是自己来应聘的。那时候管家也在，我们查看了他的家底，他家底很干净，而且人长得也干净。最重要的是，他写了一手好字，所以我们才招了他。他是什么背景？他叫荣清，家住变城第6街78号，父母病逝，家中只有他一个人。他以前在白鹤书院念书，后来家中遭遇变故，所以也就停止念书了。这些年，他总是游走一些地方，教一些没有条件念书的孩子读书写字。他有些疑惑，那他应该不是一个在乎钱财的人，那他为何要来将军府当教书先生呢？东岳笑着说道：夫人，荣清先生虽说不在乎钱财，但是他父母已经亡故，他又经常游走四方，教那些无法上学的孩子读书识字。若是不偶尔出来赚一些银子，那么他要如何维持生活呢？他竟是没想到这些。那么说来，他只是短暂的留在将军府而已。荣清先生何时离开？原本我们讲好是3月时间，不过前几日荣清先生找管家说，他说他家中有事，所以要提前走。我们原本讲好3月的工钱是10两银子，但是他只要了5两。夫人，这封信就是老师让我给你的告辞信。白小玲看着手里的信，他走了。东岳，待会儿你去账房里面取5两银子给荣清先生送去。他虽说没有做满3个月，但是他教东来教得很好。夫人，老师的确教得很好。东岳对白小玲行礼道：是，夫人。嫂子，你交给我的事情做好了。主浪，明日你且正常去翰林院。他有些担心，他们的那个计划真的万无一失吗？他张了张嘴，本想说更多，但是话到嘴边只说了一个字：好。次日清晨，花仙楚一个人坐着一辆马车，马车外面西城烈骑在一匹枣红色的马上面，他带了随身的10几个侍卫，一行人浩浩荡荡朝着汴城外而去。西城烈对外宣传，他要赶在王妃回西城之前带她出去踏青。已是到了汴城外，他下了马车，西城烈下了马，两人一同走着。他走在离他2米远的地方，不靠近他，却也没有夸张地远离他。西城烈的10几侍卫皆是跟在他们身后10几米的地方。
他突然看向他，嘴角含笑。他愣了一下，花仙楚竟然又对他笑了。他嫁给他的5年时间里面，这是他第2次对他笑。他不得不承认，花仙楚的笑很好看，很夺人心。西城烈，他叫了他一声。奇怪，真是奇怪，花仙楚不仅对他笑了，而且还主动叫他的名字。以往只有他气急了才会叫他的名字。你这次来东篱，其实并不是为了陪我来探望我的父母，对吗？他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开门见山。既然他已经猜到了，他也不必瞒着他。是。那你的事情做完了吗？还差一件。还差一件？那件事情就是换了他这假公主，娶东篱真正的公主回西城，助她登上王位。我帮你，如何？他也笑。你可知道我要做的事是什么事？他点头。知道。他愣住，脸上的笑逐渐消失了。你知道？是。他的表情看起来并没有多大变化，而且还很舒心的感觉。他继续说着，我嫁给你5年了，在这5年的时间里，我感受到了人间极寒。花府、花大人、花夫人，他们原本是我最后的温暖，可你生生将我最后的温暖变成尖刺，刺入我的心。西城烈，我对这个人世间太失望了，失望到想要死去。说完，他便朝着桃花深处跑去。西城烈一愣神儿，随后追了上去。不知为何，他听见他这么说，心里有些疼。他对他笑，和他正常的交谈，仿佛5年前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他应该是喜欢他的吧，就算知道他心里喜欢着别的男人。他原本以为他只是说着玩，和他闹脾气，但是没想到他竟然看见在他身后出现了一个黑衣人。他大喊一声：花仙楚！然后脚下的步子加快。西城烈的侍卫听到情况不对，也快速赶来。黑衣人举着手中的刀朝着花仙楚砍去，西城烈扔出手中的匕首击打在刀刃上，这才使刀偏离了一些，没能砍到花仙楚。他依旧在跑，似乎突然跳出来的黑衣人并没有对他造成什么影响。他认得黑衣人的衣服，他们是幽冥组织的人。他再将他说过的话再在脑海中过了一遍，一个可怕的念头从他脑海中浮现而出。他买凶杀自己。他一边跑一边笑。西城烈，你终于要摆脱我了，你终于要完成你的愿望了，开心吗？不开心，就是一点都不开心。你们不要伤害他，买主给了你们多少银子，本王子付10倍的价钱。他的话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花仙楚！从桃林之中飞窜而出一抹黑色的身影，将黑衣人一下子踢翻。他一手抓住花仙楚，一手拿着刀与黑衣人搏斗。西城烈也是赤手空拳，与再次出现的多名黑衣人打斗中。姑娘是谁？为何出手相救？左青一边打斗一边说：我乃将军府之人，奉夫人之命，暗中保护王妃。西城烈愣了一下，竟是白小玲派人来保护花仙楚。多谢。不必言谢，夫人与王妃是多年的好友，而且夫人早就看出王妃不正常，所以才让我前来。就连白小玲都看出来的问题，他竟然直到他亲口告诉他，他才知道。黑衣人已是越来越多。你带着王妃先走，本王子殿后。好。左青带着花仙楚朝着他们预定的那个方向跑去。西城烈的侍卫赶到，他们杀出重围以后，也朝着他们离开的方向来了。悬崖上面，左青对着西城烈说道：王子，王妃很安全。西城烈提着刀，脸上也挂了彩。他的笑还没有来得及浮上脸，花仙楚对他惨烈一笑：我说过要成全你。
说完，他转身跃起，朝着悬崖下跳了下去。左青惊恐之余没能抓住他，西城烈飞身而起，却只抓住了他的衣服。他的那件白色的外衣飘起，然后又落了下去。他趴在悬崖上，大喊他的名字：花仙主！看到他跳下去，他的心是抽痛的，但是他就算痛，他也做不到自己陪着他跳下去。这里太高了，悬崖下面竟然还有浮云，落下去不可能生还。左青一脸震惊地看着西城烈与飘在空中的衣服，演技爆棚。王子，刚才王妃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不管是什么意思，都不能让左青知道左青是白小玲的人。他起身对着他的10几个侍卫命令道：传我命，发动汴城之内全部西城人士寻找王妃，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再者，他眼中泛着狠光，西城国无限期打压幽冥组织，永无止境。10几侍卫跪地齐声：是。左青心想，他这么确定他们是幽冥组织的人，这就说明西城烈之前接触过幽冥组织，而且还对他们很了解。而西城烈刚才的表情不像是装的，难道在他心里，他其实是对花仙楚有情的？西城烈吩咐完侍卫，他侧脸对左青道：姑娘，回去复命吧。他双手抱拳，告辞。左青离开了，他的任务已经完成，而接下来就看白大少爷的了。花仙楚在坠入浮云层之后，他就感觉拉开了那根绳子，身后的降落伞打开，他能明显感觉到下降的速度慢了一些，而且速度越来越慢。他看见下面，他穿着一袭白衣，神情紧张地看着他。他张开双臂，他来了，来了。仙主，白哥哥。他也张开手臂想要接住他，但没想到后力太足，他将他压倒了。降落伞将他们2人盖住，他在他上面，然后对准他的嘴唇轻轻贴了上去。他很清楚地听到了他们2人的心跳声，很清楚地看见了他的脸红成天边的火烧云，很清楚地感受到他的紧张与兴奋。白小玲对他说过，西城烈定是会下山来寻，他会要求手下死要见尸，活要见人，他们要迅速离开这里。花仙楚从他身上爬了起来，然后2人开始将降落伞收起来。他牵着他的手往林子的深处走去，只要走过这片林子，外面就有他的马车等着。这一段时间，他要将他藏起来，藏到一个没人能找到的地方。而他这段时间一直是对外称病，他也可以与他一起藏起来一段时间。白千云嘴角带着笑：仙主，我终于等到你了。他脸色绯红。白哥哥，我也是。花仙楚与白千云出了林子，他坐在马车里面，他驾着马车带着他去寻找那一处世外桃源。将军府内，左青回去复命。夫人，事情成了。听到左青的话，白小玲悬在半空之中的心才落了下来。这件事情尽管他们已经在心里演练了好多遍，但是事情没有成功之前，谁也不敢说万无一失。如今听到左青这么说，他才得以放心。赫连玉与梅香都是穿着一身男装，梅香提着灯笼。三公主，我都打听好了，沈将军今夜就在此处落脚。赫连玉拍了梅香一巴掌：对你说过多少遍了，在外面要叫我公子。哦，是公子。2人走在驿站外，驿站门口有沈从清的亲卫守着，他们进不去。2人围着围墙走了1周，最后发现有一处围墙靠着一棵桃树，桃树很大，而且桃树的有一部分深入了驿站内。如果爬上这棵桃树，就可以进入驿站了。巡逻的亲卫听到声音，他们赶过来。将军，这个人夜闯驿站，你们将他带下去审问，看他此行的目的是何。梅香好不容易爬上了桃树，就听见沈从清要让2名亲卫将赫连玉压下去。啊，你们不能将他压下去，他是三公主赫连玉。
贺连玉瞪了梅香一眼，以沈从清的性格，当她公主的身份暴露以后，他会将她送回汴城去。三公主，贺连玉有些不满意她的反应，他们也才10几天没见面而已，他竟然不记得她了。但是想了一会儿，他上次那一舞那么惊世骇俗，应该给他留下了不浅的印象才对。一定是他现在穿着男装，所以他才没能认出来。他轻轻地咬住下唇，对他眨眼，然后娇声：“沈将军。”2名亲卫一见，各自打了一个哆嗦。完了，三公主这是要诱惑将军。然而将军那么惧内，如果这件事被夫人知道了，将军回家肯定会被家法处置。沈从清的内心已经一个头两个大了。这个三公主出名的刁蛮任性，她怎么就这么倒霉，出来执行任务还遇到她？他见到她不断闪动的眼睛。三公主的眼睛怎么了？他这么一问，贺连玉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尴尬了好一会儿，这才娇羞地说：“大概是进了花粉了。沈将军为我……”吹吹2个字还没有说得出来，沈从清已经对2名亲卫吼道：“你们没有听见吗？三公主的眼睛进了花粉，你们还不带着三公主去请随行的大夫？”2名亲卫反应过来，连忙说道：“是，将军。”他们刚准备去带贺连玉下去，贺连玉自己揉了揉眼睛：“没事，我眼睛没事了。”既然三公主没事了，那便先下去休息，等到明日一早，我派人送公主回汴城。他就知道，一旦身份泄露，他就会遭到这样的对待。他撇着嘴：“我不回去。”三公主，我们是出来执行皇命的，此行危险，三公主不合适与我们同行。我知道你们是来做什么的，三哥不见了，你们是奉了父皇的命令来找三哥的，我也是来找三哥的，要是找不到三哥，我不会回去。寻找三皇子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去做。能将他快些送走，对于他来说自然是一件好事儿。若是三公主留在他身边的事情被白小玲知道，他可又得生气了。再说了，留下三公主，他非但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帮助，他还需要派人力来保护他。他双手环胸：“我不管。”三公主，这位三公主明明就是20好几的人了，她的岁数和花仙楚相仿，但是却这么不懂事，真是让人头疼。我不管，只要你敢派人将我送回去，我就回去告诉父皇母后还有太子哥哥，就说你派的人在路上非礼我，到时候他们会被满门抄斩，而你也脱不了干系。沈从清紧了紧自己的拳头。这个三公主果然名副其实的刁蛮任性。你要如何？我要和你一起去寻找我的三哥。我说了，只要我找到三哥，我就会回去。随你。沈从清说完这句话，就转身往自己房中走去。他长这么大，可从来没有人敢用这样的语气对他说话，真是气死他了。虽然心里气，但是他就是这样的性子，一件太容易得到的东西，他倒是不乐意在乎。越是完美，越是难以得到。一旦他得到之后，这样的乐趣才是无穷的。